来是这个螃蟹粉丝煲。Hello， 大家好，今天又是美食探店的一天。今天要打卡的餐厅叫做怂散布偶，是一家令很多食客回味无穷的路边摊。不过今天曼谷下雨了，不知道餐厅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就去看一看。走。最近曼谷一到下午就会下暴雨，近期出游一定要做好出行计划。虽然一路上都是大暴雨，但到了湄南河对岸，天空就渐渐放晴了，真是东边大雨西边晴。刚才过来的时候，一路上都是大暴雨，本来30多分钟的车程，结果最后开了1个半小时。这边的话过来都是很小的这种巷子，不建议大家开车过来。如果开车过来的话呢，这个车只能停到马路边上，然后如果这边停满了的话，就是找停车位的话会很困难。怂散布偶位于曼谷湄南河对岸的老城区，附近有翁边雅轻轨站，大家可以搭轻轨过来，也可以直接打车。怂散布偶是一家主打粉丝煲的小摊，小摊没有招牌，也不显眼。记好这个路牌，小摊就在路牌下。眼前这个忙碌的大哥，既是老板，也是小摊的第2代传人。小摊的每一份粉丝煲都是他亲自烹饪。怂散布偶是连续获5年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路边摊，然后他们家的话总共有5家店，但是只有这个路边摊是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然后这家店的话呢，也是最老的一个小摊，所以就还是会有很多食客是专门到这边来吃。要特别注意的是，小摊周一是不营业的，平时也是下午3点以后才开始营业。之前有朋友提议说，让我在介绍餐厅的时候呢，也教大家说几句泰语。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然后我也会在后面的节目里面尝试教大家说一些简单的，然后呢，大家在泰国旅游或者是生活的时候用得着的一些简单的泰语。那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词，就是筷子。筷子在泰语里叫打吉亚。打吉亚，打吉亚。那在泰国的话，很多餐厅它可能不会直接提供筷子，那跟店员要筷子的时候，就可以说ขอตะเกียบหน่อยขอตะเกียบหน่อยขอตะเกียบหน่อยขอ是请的意思，ตะเกียบ就是筷子，หน่อย有一下的意思。请给我一下筷子，这句话简单一点的说法就是ขอตะเกียบหน่อยขอตะเกียบหน่อย，是不是非常简洁和简单呢？นี่ค่ะขอตะเกียบหน่อยขอบคุณค่ะ哈哈，轻轻松松就要到筷子了。学一句泰语的功夫，我的粉丝煲已经上来了，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家的菜品不算丰富，只有蟹黄粉丝煲、蟹肉粉丝煲、大虾粉丝煲和雪蛤以及青口2种，就是贝类海鲜。那我今天的话是点了一个蟹肉粉丝煲，一个大虾粉丝煲。粉丝煲看起来都非常的诱人啊，热气腾腾的。然后这个大虾粉丝煲里面的粉丝看起来颜色要比螃蟹粉丝煲里面的要深一点，可能会更加入味一点。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大虾的话也是很大，跟我的手掌差不多一样大。先来试一下这个大虾粉丝煲里面的粉丝。这粉丝煲的话，一定要趁热的时候就把它拌开，不然的话可能就会粘在一起了。好香。真的就是和我的手掌一样大只，然后它这样大的一只大虾里边有3只，它给了2只这种小的叉子，可以用这个小叉子来取这个虾壳。看我这去虾壳的技术还不错吧？它有配一碗这个海鲜酱，然后这个大虾和螃蟹的话就可以配着这个海鲜酱一起吃。
这个海鲜酱有一点点辣，它这个大虾肉质很紧实，然后吃起来呢就是很有嚼劲，但是也很嫩，很新鲜的感觉。然后配它这个海鲜酱吃，简直就绝了。但是它这个大虾有一点点不是特别完美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去掉虾线，自己剥虾的时候要清理一下。粉丝不仅很入味，然后还非常的嫩，很丝滑，然后软软糯糯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棒。粉丝煲里的粉丝软嫩丝滑，好吃到停不下来。如果一个人来只点了一份粉丝煲，一定要求多加粉丝。现在来吃这个螃蟹粉丝煲，这个螃蟹粉丝煲才是他们家的招牌。然后这个螃蟹粉丝煲的话是分2种，一种的话呢是蟹肉，一种是带蟹黄的。我点的是蟹肉的。虽然这个粉丝看起来有一点点干，然后颜色也没有那么重，但它还是很入味，而且就是有那种螃蟹的那种很香的味道在里面。来试一下它里面的螃蟹肉。这个螃蟹也是很香，然后很入味，就不用蘸任何的调料，也很好吃。虽然螃蟹是招牌，但我对螃蟹没有那么热爱，所以还是更喜欢大虾粉丝煲。粉丝煲的价格并不固定，而是根据大虾和螃蟹的大小来定价，所以每天的价格会有一些浮动。点的2个粉丝煲都吃干净了，然后今天2份粉丝煲加1瓶可乐，一共花了660泰铢。大虾粉丝煲是290泰铢，螃蟹粉丝煲是360泰铢。然后价格的话不算是很便宜，但味道的话确实还不错。不枉我冒着大雨开了1个半小时的车过来吃。然后他们家店就真的是那种非常不起眼的路边摊，甚至连一个像样的牌子都没有。如果你从旁边路过，肯定都不会多看2眼的那一种店。但是做出来的粉丝煲真的是很好吃，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当我询问老板为什么不挂一个显眼的招牌或者扩充店面的时候，老板笑笑说：“这样就挺好的。”别看小摊这么不起眼，但老板介绍，平均每天能卖100份左右，按均价350泰铢来算，一天的营业额也就是35000泰铢左右。假如1年营业300天，那么每年的营业额也突破1000万泰铢了。一个小小的路边摊能有这样的成绩，看来老板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了。吃完饭也不用担心手会有这个海鲜的味道，他们这边有可以洗手的地方，而且它是有2种不一样的这个水，这个是柠檬水，先用柠檬水去味，然后呢再用清水洗一遍，非常的贴心。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小摊，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